么这么多天都不来啊？你知道我天天都在等你吗？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吗？你怎么不说话啊？你是出什么事了吗？你为什么不说话？你不是他。这世上根本就没有雨师。你是谁？他姓钟，叫钟法。他喜欢你，所以才扮成雨师的样子来接近你。告诉我，那一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？告诉我。我倒放心。还记得你刚进军营看到的那几个受刑的士兵吗？第8营，昨晚本该他们巡逻，可这帮小子当了逃兵，不知去了哪里鬼混，还弄丢了随身的军刀。昨天晚上肯定是寻花问柳去了，逃了巡逻，被抓了现行。他们的箱子里藏着春宫图，被抽完鞭才嬉皮笑脸的，说什么昨天晚上太值了。住手！你们要干什么？是我杀了他！是我杀了他！是我杀了他！什么人？站住！人是不是你杀的？和桥楼上那个女人有没有关系？那帮娃娃兵呢？在不在场？怎么杀的人？明府，招了。明府，明府，明府，他都已经招了，咱就可以结案了。他招了吗？他什么也没招。呀，这不明摆着就是他杀的吗？他的致命伤在后背，胸口那一刀
不管是力度还是角度，跟后背那一刀都截然不同。可是他刚才刺出的每一刀，力度都是一样的。你们在这等我！宁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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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开！与时俱进。我知道他在哪里，我可以带你去找他。是的，我是要去找他。我一直都在找他。告诉我，那天晚上你究竟看到了什么？我知道他会来接我的。于是，他不会死的，他一定会活过来。宁儿，他的致命伤在后背，胸口那一刀，不管是力度还是角度，跟后背那一刀都截然不同。钟法从来没有让婴儿见过他的真实面目。那一晚，钟法的尸体出现在角楼，没戴面具，婴儿第一次看见钟法的脸，他发现一直以来相依相守的雨师，原来也只是个凡人。他愤怒了，于是，在钟坊的身上补了一刀。其实这把刀是真正的凶手留下来的。林命府，请你救救我的兄弟们，只求我要处死他们。速派你的兄弟去到县衙找洪刺史，来处理婴儿的尸体。快去！是。洪执事，嗨，等一下，曹正子，你怎么来了？洪执事，林明府呢？他回来了吗？哎呀，他还在外头办案呢。他没事就好，我先告辞了。哎，曹正子，明府马上就要离开蓬莱，赴任兰芳，他想请你一同前往。哎呀，这种事情要等他开口，那就不知道什么年月，所以我就多嘴了。
我还有要案要处理，我先走一步。船长子，保重。走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他们擅自逃港，偷跑出营，这是他们应该受到的惩罚。我今天来，就是要问个清楚。那天晚上他们人在哪里？他们的刀为什么会出现在桥楼上？你今天晚上就处死了他们！你到底想隐瞒什么？你的意思是我在包庇他们犯罪？那你为什么要处死他？回答我！群众尊严大于一切，他们犯了错，理应受到惩罚。至于这惩罚该有多重，这里是我的军营，我说了算。再说了，狄明府，这不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吗？怀疑他们为非作歹，所以要来抓他，最后给他们冠上杀人犯，甚至还有更糟的罪名，再处死他们。我根据证据办案。只要他们没有干，他们就不会死。你看看他，他是我从方镇捡来的，还有他红谷，他柳林，他祁县，他们没名没姓，都是弃儿。名字是我起的，规矩是我教的，他们的练习在我的皮鞭下一点点的消失。我好不容易让他们从一个满地捡垃圾吃的乞丐。有尊严的士兵，而那些罪名，为了他们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自尊，空亏一篑。这事情还没有查清楚，我宁愿他们是有尊严的尸体。地名府，带着你的人离开这里。这里是我的军营，我说了算。小事一桩，你先莫急，我这就找人去把琴弦续上。不用了。要不要我把狄明府请过来？不用。我不太明白，你这心里明明惦记着他，又从旁人那里知晓了他的心意，为何还不愿见他？不管不顾地去追随一个人，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，面对陌生的环境，不一定会有好的结局。也不一定。人的一生变幻莫测，什么样的际遇都有可能赶上。
也许你经历过的每一种难，都有可能给你带来一些启发，或伤心，或欢喜。远方其实一无所有。远方未必一无所有。冥府马上就要离开蓬莱，赴任兰芳，他想请你一同前往。这种事情要等他开口，那就不知道什么年月了。你知不知道一棵树等它结果至少也要3、4年？但总是会结果的，对吧？我来了，我没有食言，我回来了。小时候我捉到过一只醋汁，端午的时候，就在我家后院草丛那边。那个小家伙啊，一直叫，就好像他有用不完的劲儿。可好听了，那叫声好像永远都不会停。可是7月刚过，他就死了。我嚎啕大哭。再往后的每一年，我都会再抓到一只醋汁，可他们就像是约好了一样，只要夏天一过，他们就都死了。后来我忘了，从那一年开始，我就再也没有哭过。再往后，不管任何生命的逝去，我都再也没有流下过一滴眼泪。我救不了任何人，我救不了任何人。禀府，您醒了。曹娘子为您煮好了茶，还备好了井水。她出去了，吩咐我照顾好冥府。哦，她还让我转告您，您吃好了茶便回去吧，她要晚些才会回来的。
冥府，霸总已经查到那晚那4个小兵的去处了。怎么是这家店啊？那天我们说有人闹事儿的酒肆，就是这家。哟，这，还认得我们吗？两位爷，上次的事情啊，多半是误会啊。霸总已经跟我说了，这个让我好好招待诸位，有什么问题尽管问啊。各位请吧。请。请您慢点啊。冥府，就是这几个兔崽子，差点把我的店给我砸了。他们是何时来的？傍晚时分。可有配刀？不曾配刀。如果配刀的话，我肯定记得清清楚楚。那还有什么令你觉得印象深刻的事情吗？傍晚时分，除了他们几个兔崽子之外，我2楼包厢里还有2位客人在喝酒，其中一个我认识，盐铺的谢掌柜，还有一个面生，留着个小胡子，之前说这几个孩子，这几个小子就喝多了，就开始在我这闹事儿。刚开始掀桌子，然后揪着我不分青红皂白就要打。就在这时候，有什么问题？那个谢掌柜就跟那个小胡子从2楼喝完酒，正在往下走，直接就碰见那几个兔崽子。那几个兔崽子见到小胡子之后，就跟见了鬼似的，最后被这个小胡子直接带走了。那小胡子行止坐卧看起来可像是个当兵的。您这么一说，好像确实像是当兵的。李明府，既然你如此执着于这具尸体，那你就拿走好了。不过我可得提醒你，最近瘟疫横行，这尸体又出现的不明不白，小心着了道。这具尸体究竟是何时发现的？今天早上。既然你有心要烧了它，那又为何要等到现在呢？昨日，李南通在沼泽地里发现的这具尸体，巡夜的士兵为何没有发现？还记得你刚进军营看到的那几个受刑的士兵吗？昨晚本该他们巡逻，可这帮小子当了逃兵，不知去了哪里鬼混，还弄丢了随身的军刀，一早上才偷偷溜回来，被我撞见。当然，昨天晚上的错误，我会让他们永远都记住的。哦，对了，这是在尸体上找到的。李明府，我所掌握的就这些，这下可以向你交差了吧？中计治私。要我说啊，这军营怪得很。还有那帮8营的小兵，满脑子淫邪之念。昨天晚上肯定是寻花问柳去了，逃了巡逻，被抓了现行。寻花问柳，我跟乔太亲眼看见的，他们的箱子里藏着春宫图，被抽完鞭子还嬉皮笑脸的，说什么昨天晚上太直了。那是因为你没在军营待过，一帮14、15岁的精壮小伙，想女人不太正常。哎，明府，你手里这张中计治四的当票，这个中计治四怎么这么耳熟啊？半年前我在他们中计治四典当了一个金镯子，当票在这儿，白纸黑字。我想起来了，今天早上咱们在县衙门口碰见那帮人，就是中计治四的。呀，那就简单了嘛，去治四问问不就行了？让他们帮着查查这死者是谁。这不是一张当票啊，这是一张当票的票根，票根通常都保管在治四掌柜的身上。所以，他是中计治四的掌柜。哦，今天早上那帮人说他们的掌柜不见了。
明府，发什么呆呢？还在想刚才的戏？感慨，造化弄人呐。是很可惜。不过我在想，雨师早知自己有诅咒，摘下面具，就永世不能落地。那他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爱人？永世太害怕失去这段爱情，他害怕一旦对爱人表白，就会失去这段爱情，这才是他失去告白的勇气。明府起身，转身。情之为物，最重要的不就是勇气吗？拍手。如果他早一点把事实真相告诉爱人，那么结果也会不一样吧？至少不会受永世盘旋之苦。蓬莱靠海，本就潮湿，这雨一下就是一季。一件合身的蓑衣是必备之物。领口小了些，我再修一修。曹娘子，所以很好，我很喜欢。喜欢就好。就送到这儿吧。待我把琐事处理完了，再来找你。你看，他似乎长大了。等它开花结果，还得有几年。说快也快。这刺了2刀，凶手是2个人，还是同一个人刺了2刀？从刀上的形状、深度来看，2次拿刀的握法、力度迥然不同，不像是同一个人干的。致命的一刀在背后，应该是被人从身后偷袭的。尸体为什么会被烧成这样？我到的时候，那个校尉正差人在焚烧他，尸体是我抢回来的。哦，还有，我看那个军营里缺衣少食的，派人查一查军营的采买公文，看看有没有什么遗漏。书吏这2天去州府递交文书了，等他一回来，我立刻让他核验。明府，李掌柜来了。秦秦哀，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？请带我去治死一趟。